我前两天买了个石磨，本来寻思给我奶磨磨豆浆还能锻炼身体，但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买了3斤6两黄豆。这3斤6黄豆可给我仨坑死了。这些黄豆泡了一宿之后得有10多斤，然后这一待呢最少得磨400圈。我粗略看了一下，这2盆起码得有100袋。反磨出豆浆的时候还挺兴奋的，而且刚开始有劲儿呀，玩的也高兴。再一个，最近在家憋的空有一身蛮力，后来磨不动了，我们就上网查石磨怎么用才最好用。有个帖子说拉磨的时候给驴戴上眼罩效率会更高。我弟亲身试验了一下，确实比刚才更顺滑了。哎呦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一个天天炖肘子的博主家里居然藏了2头活驴，那真是老话说得好啊，美食博主家人什么都有呢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直播你们也看了，反正我们3头一共是拉了14、15个小时吧，最后出来这些，然后需要拿屉布给它过一遍筛。我现在就觉着呀，应该把驴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反正这个事儿咱们也不道德绑架，但至少可以从我做起。我发誓从今天开始不吃驴肉了。然后筛完了呢，正好是这一大锅，大概40多斤吧。豆渣我也不知道咋吃，就都给刘大脑子解压了，然后就赶紧煮了一锅豆浆。凌晨3点半，我喝上这一口热乎豆浆之后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14个小时的汗水加上古法磨制的醇香，就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个豆浆的香气完完全全和豆浆机打出来是一样的。我心态崩了有啊！好在呀，我留了一手后手，反正都这个点了，咱们可以接着做豆腐。豆腐脑出锅还是挺板着的，但是必须得是咸卤。然后就把豆腐脑压豆腐了，我寻思我终于可以歇会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豆腐篓里的水滋溜滋溜冒啊！4点半呢，我仨马上就脑出血了，还在这大狗治水呢。就是我只能感慨一句：人间有爱，但水火无情啊！豆腐做好了，我奶都起床了，给我奶拿一半，那一半我得回家供去了。我是10000个想不到啊，我仨是头天早上9点见的面，打进屋就闷头磨豆啊。吃上这碗豆腐脑的时候，我抬头一看，我外面天亮了。对，跳闸完了。有几个老六隔离刚放出来，完上我家找刺激。今天给你们来一个上下都过瘾的特麻特辣菌。先搞一大锅冬老麻汤底儿，我今年试了很多次，这个版本是最接近校门口那种香味的。然后最近菜比较贵，买啥都觉得不合适，就没放多少，就只能放点小龙虾、螃蟹、虾爬子、八爪鱼和生蚝。然后在碗上套个塑料袋，用最老式的吃法解决这一锅东海老麻。但我们同学吃完之后脚肿了，他可能是第一个在东北吃麻辣烫犯痛风的。他妈听完之后让他赶紧回来，说这事发朋友圈点赞肯定毒。再来一个加麻加辣的全荤冒菜，先炒火锅底料，然后使劲放辣椒、花椒、麻椒，不要心疼皮燕子。然后牛肉、鱼片、大虾、鲍鱼、鸭肠、毛肚，这满满一大锅，看着好爽啊！这一大盆里唯一的素菜就是午餐肉、葱花、香菜。然后我今天才知道，大片毛肚原来是这么撕出来的，而且多细的丝儿都能撕，他是真心疼强迫症。有崔波波这个活碟居然去茶百道买，他还跟人说学会配方了，以后再不花这冤枉钱了。就他不挨揍，那纯是因为我们街区普法工作做得好。还做了毛豆炸鸡小龙虾，这小龙虾生前是蓝色的，还挺招人稀罕。吃上小龙虾就期待夏天赶紧来吧。完前用了个巧克力瀑布机，结果一下给整冒烟了。刚开始还以为干冰呢，猛吸一大口，差点没过去。这给小胖窝囊的呀！他想在巧克力脆皮里加点瓜子仁，扒了2个小时的瓜子一动没动。开头那一句特别绝望的完了，就是他说的：吃好喝好，好好活呀！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5个、6个，今天怒买6个肘子，在家做肘子罐头，还买了个罐头封口机。这200多斤，他俩从驿站扛回来，进屋就迷糊了，这体力还是不行。过2天就把石磨拉回来，再给他俩溜溜，然后调一个卤料。大锅菜吧，就不太好掌握量，就闭眼睛放吧，生死有命，咸淡在天。完这些骨头拿院里给野狗错峰过年了，就这一大锅肘子给我炖直迷糊。我一度以为今天是我家杀猪办席呢。完，我们同学问我说，一下炖这么多肘子，你是不是特别快乐？这话问的就跟他没长牙似的，我快乐吗？我他妈快死了。完熬点猪油，这到罐头里，等吃的时候可香了。猪油熬得多也做罐头了，等哪天手刺挠了再整扒螃蟹，留着炒蟹黄，烤出来油梭子实在太香。等不了过年包饺了，咱们撒点椒盐，然后撒点白糖，然后撒点白糖，最后撒点白糖。这糖吃有点费油了。肘子呢，咱们给它切块分装，要确保每一罐都有大块的肘子皮，然后倒上汤给它入味儿，等油凝固了就可以分罐了。等我仨实在太饿了，先煮点方便罐头呢，还要高温蒸煮一下消毒杀菌，据说整好了那保质期能比我命还长。就这大肘子罐头，半夜饿了稍微给它加热一下，完再拌点晚上剩的米饭，不要命的再来一勺猪油。哎呦我谁看谁不迷糊呀，这一排一排的，你们以为只是我给我奶做的罐头吗？非也，这是我未来1个月熬夜的底气呀。大娘，方便面要不要？
这里边有2个是我自己做的肘子罐头啊。没事儿，拜拜。我前2天在家看了个纪录片，它里边讲说生蚝纯拿水熬，什么都不加，熬出来就是蚝油。这个事儿刚好戳在了我的好奇心上，我买了100斤生蚝，我就想看看纯拿生蚝熬的有没有瓶装的好吃。当然我更好奇这100斤称到底准不准。我们一个一个量的，这些一共是96.4斤，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中间差的这3斤6两啊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不太美好的夜晚。完给这些生蚝刷得干干净净的，刷完他俩再互刷一下子，就准备开生蚝了。开生蚝可要了命了，我没寻思这玩意儿这么难呢。这点生蚝一共开了5、6个小时，中间还开直播求助了一下网友。在众多网友的指导和鼓励之下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不是生蚝太难开了，是我们太笨了。然后求助了一个能来的朋友，奈何一个好人也带不动3个废物，我就又抓了一个壮丁。可能是他们这个年龄段需要总吃生蚝吧，他俩叮咣一顿砸，不用1个小时就全干完了。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，开生蚝只需要把握3点，就是放开轮，别怕霍霍，不要在自己家开。生蚝肉要好好给它洗一洗，这些一共是不到12斤，加水熬上呢，就算是开始做蚝油了。色儿有点像王致和，焦绿焦绿的，搞得我也很焦虑。后来我确认了一下，这么熬不会中毒，我就接着熬了。这个过程就是一直搅拌，一直熬。我后来都站着睡着了，我觉得不是拿水熬蚝油，这是拿命熬啊。后来熬到了早上5点，终于熬出了这么一碗古法蚝油。然后我翻了好多酱做蚝油的博主，发现他们到今天还在更新，这让我稍微坚定了一些，就是这玩意儿真的能吃。我们对比尝了一下，自制的蚝油呢特别鲜，瓶装的蚝油呢就特别咸。然后用自制生蚝做了几个菜，又是一天一宿啊！这1000多块钱的生蚝壳子还不知道咋办呢。大早上7点，我仨在这整一桌生蚝，这一天算没法过了。但是这个自制蚝油吧，炒菜只有鲜味，有点单调，而且颜色不太好看。我需要把这碗1500块钱的蚝油再加工一下，居然是为了让它达到10块钱一瓶的那个标准。这个逻辑真的是造孽呀！